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间都会有一些非常神奇、不可思议的传说。例如美国的贝尔女巫杀人事件就曾轰动一时。据说这件事不仅是一个传说，还是一个刑事案件。不过案件的结果却是大跌眼镜，因为它竟然被美政判定为冤魂索命。至今市面上也有超过20本书来专门描述此事，甚至田纳西州还为之树立一个碑，不断地流传着他的故事。究竟贝尔女巫杀人事件有多神奇？神秘的西方女巫又是怎样的存在？欢迎收看老烟斗鬼故事节目。本期老烟斗就带大家一起领略美国神秘的都市传说贝尔女巫事件之谜。据说该事件起源于19世纪初，主人公约翰·贝尔从北卡罗来纳州举家迁徙到田纳西罗伯县的一个社区。在田纳西多年以后，贝尔为他的家人购买了一些土地和一所大房子。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获得了更多的土地，他的持股增加至328亩，并清除了一些种植领域。他也成为了红河浸信教会的长老。贝尔先后有3个孩子出生，其中贝特西生于1806年，理查德生于1811年，乔尔生于1813年。贝尔跟2个儿子又在一棵橡树旁看到一只怪鸟，贝尔瞄准怪鸟开了一枪后，它似乎掉了下来，但2个儿子跑到树下时仍然什么也没有找到。还不等贝尔疑惑，接下来他身边就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首先，他们半夜会听到室外传来尖叫声，但当他和他儿子出去查探时，却没看见任何人。就算沿着声音走，贝尔家的小女儿贝特西在卧室中突然遭到一股莫名力量的袭击，被无形的力量扯着头发吊在半空中尖叫。眼见事情越演越烈，贝尔却无计可施。整件事如果按乡野间的说法，有些超自然的传说本不足为奇，但是安德鲁·杰克逊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件事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当时还是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听到这种假语村言自然不肯相信，径直前往贝尔家的大宅子里去降妖除魔，结果被吓得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逃出了小镇。杰克逊总统日后有句名言广为流传，他说宁可对付一整支英国舰队，也不愿意在贝尔家哪怕只待1晚。总统的金口玉言自然成了贝尔家闹鬼事件的最佳广告语，此事自此闻名全美。而杰克逊总统日后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就地重游，意图找出真相。这个调查组的报告后来也结集出版，但对超自然的问题还是没弄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按照约翰·贝尔自己的看法，他则认为整件事和自己的邻居凯特·巴兹息息相关。凯特·巴兹是一个被公认的女巫，与贝尔曾因一些生意上的事情而交恶。约翰·贝尔认为凯特对他和他的家庭下过诅咒，所以事后约翰·贝尔便向法庭起诉。不过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凡事必须走法律路线。由于没有证据能证明巴兹施法加害过贝尔家，所以在约翰·贝尔逝世后，法庭便将这桩案件裁定为冤鬼索命致人死亡。这便是美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贝尔女巫事件，这也是唯一一桩美国官方承认的超自然灵异事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庭做出的认定自然具有权威性，因此凡是听过此事的人无不怀疑，莫非传说中的贝尔女巫真的存在吗？并且能够利用巫术招来恶灵伤人。其实关于这个案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美国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在美国的案件记录上也是可以找到的。但关于案件的内容故事是否真实，是否被过分夸大神话，就值得推敲了。首先，这则故事一直是以乡野怪谈的形式流传在口耳之间，一直到1846年，也就是事情过后26年才被写成文字，到1886年、1896年才首见出版品流传。最主要的流传可分为2个版本，一是田纳西版本，
主要取材自贝尔家在田纳西州的故友邻居间流传的奇闻怪事，也包含了当事人之一理查德的记录。另一个是密西西比州版，是包含贝特西在内的贝尔家人移居密西西比州后家族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两个版本间故事差别较大。田纳西版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巫形象，诸如女巫如何和贝尔家人沟通，如何攻击，如何显下，如何毒杀约翰贝尔等等。而密西西比州版本的故事相较之下就比较没那么戏剧性，既没有提到巫术，甚至连灵体是否为女性都不晓得。要知道，两个故事版本是根据贝尔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贝特西整理出来。按理说两人都是事件的受害者，怎么描述的版本差距如此之大呢？此外，根据杰克逊总统相关事迹可知，在1817年至1820年间，他是没有什么机会路过贝尔家的，他也从来没有在书信、日记、文章中提到贝尔女巫，所以